今天我要灭门索尼了，做了这个决定。哎呀，其实反反复复已经想了好久了，一直就是想把索尼这套系统给它出掉，因为从好长一段时间吧，已经不怎么用了，吃灰吃了好久了。你看啊，我现在呢就是送人给我朋友了一套索尼的系统，就是之前原来最早的因为他要学摄影嘛，我之前还有一台 A7M3 85 1.8 50 1.8还有一个 Sigma 的1424 2.8，再加上这几支镜头，其实我索尼的系统还是挺全的，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嘛，其实摄影呢就是玩嘛，对吧？都是从爱好者，然后到发烧友，到最后如果运气好呢，各方面条件都好呢，运气好呢，没准能成为一个摄影师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摸这个索尼的系统了，就自从我后来买了 GFX 以后，其实最大的一个感觉啊，就是我现在很难再用索尼拍出照片了，就没有刚开始拿到这个机器的时候的那种冲动了，就没有欲望去拿它拍照了。不管是日常的生活呀，还是出去玩啊、街拍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悲哀的事儿。怎么说呢？我现在还记得我之前有一次下大雪，在新墨西哥，被封在路上。我那个时候呢，带的就是 A73 加上一个85 1.8，然后呢，拍了一些照片，就是我个人觉得还比较满意的。但后来现在也找不到了啊，可能就只剩一些截图什么的。A7R4，其实我刚开始拿到的时候还挺兴奋的，因为它这个手柄啊，操作感就是很好，把持的这个感觉很好，因为它这个手柄是比 A73 的要厚的，其实抓在手上呢，因为我手可能稍微大一点，抓在手上呢，可能还是比较舒服的，不像 A73 呢有点轻薄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还挺兴奋的，而且当时想嘛，对吧？6400万像素，哇，觉得很夸张，很牛。可是后来拍完了以后呢，就感觉画质呢，就是噪点很多，而且你要手拿的相对稳一点，因为它那个像素太高了，6400万像素。当然现在你说它太高吧，也不算最高的，就跟富士1亿像素比起来，它还稍微低一点，但是呢也很高了。可是 A73 呢是2400万像素，所以它对你手抖的这个程度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，就是说你稍微的稳一点，你拍出照片来，它基本上多半也不会糊的。可这个 A7R4 呢，就我觉得像素上5000万以上、6000万以上这种的，拍的时候还是要拿的稳一点，要不然的话，你抓拍啊，就这样刷刷刷这种甩拍啊，肯定是不行的，差点意思。就放大看肯定会有抖动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这个 A7R4 呀，说回来啊，真的就是用完了这个 GFX 呢，用完了这个大底的中画幅呀，再用这个全画幅呀，就感觉受到了很多限制，包括后期上的呀，然后包括还有它那个二次构图啊，这都有很多限制。比如说我用 Capture One， 我一般用 Capture One 做后期啊，刚上来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就是先把它机内的那个曲线先调一下，
一般 A7R4 的话呢，索尼啊这种的，它上来就可能有4个选项，一个就是什么阴影增强啊，一个胶片标准呀，还有一个高对比啊，还有一个就是相机的这个怎么说，相机的这个内置啊这种的。然后，但是如果你用富士的话呢，它会有这些富士给你带的胶片滤镜的曲线，你都可以选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肯定我要裁切，对吧？我大部分肯定是要裁切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虽然是6400万像素，但是我裁切的余地肯定是没有1像素的大，对吧？当然这也不是说索尼不好啊，就是这个价位啊，这个性价比我觉得特别好，而且它现在镜头群也比较成熟。我拿这个去拍过一些活动啊，演唱会呀，包括表演呀，选手的这些高尔夫球啊，我都拍过，的确不错。就拍这种运动的类的，这肯定还是无敌的，就配一个长焦头啊。但是现在呢，基本上我很少去拍那种户外的活了，我基本都是在棚拍，所以棚拍呢，它也不要求我要有多么快的追焦速度啊，或者也不要求我焦段有多长啊，太长了其实也施展不开，对吧？回归到本质啊，选择太多了，真的选择太多了，很难出片儿。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困扰。当然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多设备啊，我现在就是2台 GFX， 就是一个 100S， 一个 100S2，一个这个 A7R4，然后包括那个徕卡嘛，对吧？现在是这样，就是如果你让我接工作棚拍，我肯定首选就是 GFX。那你让我出去，有时候出去玩扫街呀什么的，我现在就不知道我该带什么机器了。我完全不知道该带什么机器了，因为你看啊，就包括这个 GFX， 这是 100S2 配这个50的饼干头，也 OK， 对吧？也 OK。那我这个呢 ，A7R4 呢配这个呢，森养的这个饼干头35 2.8， 好像也 OK， 好像也 OK。你看啊，这个差距啊，也不是那么大。但是呢，我还有徕卡 Q3， 然后那你肯定想用最小的，对吧？画质最好的。所以呢，就首先这2点啊，我就把索尼排除了，因为呢，它既不是画质最好的，它也不是最小的，对吧？所以我要么呢我就拿富士出去，要么呢我就拿徕卡出去。所以这个你说放着我现在有什么用吗？我觉得就很可惜，很可惜。可能就是也许会有一些户外的工作给到我，那我可能就会带着它出去，有时候做个备用机，顶多也就是这样了。你说还能做什么？对吧？那我这么多镜头，我感觉就挺可惜的。所以我思来想去呢，其实我已经决定要把这套索尼全都出掉，想了很久了。然后最近用这个徕卡呢，越用越上头，可能想回点血，换一个 M 系统。我现在还没定啊，我不知道。但是这个就一直放在这儿呢，的确也挺浪费的。这个135 1.8 这个镜头呢，的确是一个好镜头。拍过几次，印象深刻，解析力比较高。有的时候我在编辑照片的时候，我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，我在回看，我有的时候还分不出来哪个是用135拍的，哪个是用中画幅拍的，这是真的。然后呢，这个24呢，24是一个好头，24拍日常家庭生活特别好，这个我非常的推荐，24 1.4。非常推荐啊！但这两个头呢，今天等会儿稍微的收拾收拾，因为有个朋友呢可能已经买了，我不知道啊他会不会放我鸽子，但是已经跟我说好了，明天来拿。那我今天呢就录一下这个视频。然后这个呢2470 2.8 GM 1代，这个其实可能是我用的最少的一个镜头了，
这从买了到现在用的都没用过太多次，就后来可能给学生讲课用了用，但就是也没用多少次，就感觉很难出片。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玩相机玩到，就你不是说刚入门啊，你玩了一段时间了，你玩相机玩了一段时间了，然后我觉得就会有这个困扰，你不知道该用什么设备了，就是你不知道你要用什么，对吧？你比如说像我就有这种困扰，我拍人像，我到底是用50我还是用85，对吧？我还是用35，很犹豫，很纠结。这个真的就是已经造成一种困扰了。我觉得有的时候适当的精简一下设备，回忆一下你刚开始接触摄影的时候，也许你只有一台破破的相机，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好的大光圈的镜头，你只有一个镜头，但是你把你的精力都放在拍照上，你会拍到一些你很喜欢的照片。可是呢，一旦你拥有了太多的时候，你就不快乐了，你就没有那种摄影本身的快乐了，就真的就是网上调侃的那句话，放弃叫什么？就真的是网上调侃的那句话，忘记摄影，回归器材了。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挺悲哀的，当然器材的确也挺好玩的。所以我在想啊，就是把这套索尼呢先给它灭掉，给它干掉，就不用了，彻底就不用了。看看我没有这套系统，没有心里没有这个 Plan B 的时候，我能拍出什么样的照片？好吧，可能就分享这么多吧，随便聊聊。